这个女人得到了世界上最浪漫的爱情，因为有人为她建了一座300米高的塔。这个人就是建筑设计师埃菲尔。由于自由女神像的成功设计，埃菲尔受到表彰。就在他享受午餐时，女儿克莱尔一脸试探，言语之间自己想要嫁人，而老爸太忙了，手中的文件还没打开，助手又拿了一堆请他审批，根本顾不上女儿的事情。最近埃菲尔在尝试建地铁，在他心目中地铁是个新鲜事物，但助手说建纪念碑会让他声名鹊起，女儿也说纪念碑令人兴奋。埃菲尔很犹豫，自己到底要不要建造一个20年后就要拆掉的历史建筑。设计师将他们自己设计的模型拿到埃菲尔前面，却得到对方的吐槽，真的很丑。旁边的实习生笑出声来。经过仔细观察，埃菲尔委婉地劝退了那2个设计师，走之前还不忘了支走那个愚蠢的实习生。回到办公室，埃菲尔再拿出地铁项目，告诉助理一定要得到商务部长的支持，一边掏出一捆报纸，说上面一个叫安托万的记者和自己是同班同学，并且他和部长很亲近，可以作为地铁项目的入手点。助手很快安排了一场聚会，安托万遇见老朋友非常兴奋，引荐埃菲尔顺利认识了商务部长，随后又将自己的妻子亚娜介绍给了埃菲尔认识。看到埃菲尔的那一刻，亚娜有一瞬间的呆滞，埃菲尔也紧紧盯着对方，看得亚娜很是不自在。餐桌上的她眼睛无处安放，若无其事地瞟着别人的老婆，但是当看到他身边的男人时，眼神又暗淡了下来。随后部长打断了2人的对视。Eiffel, ça ne fait rêver personne, le métro. C'est quelque chose d'aussi fort que ce que vous avez fait pour les Américains. La statue de la liberté, là. 有人问起亚娜的意见，亚娜说和部长先生的一致。听到亚娜的想法，埃菲尔思索片刻后脱口而出 Une tour, 300 mètres. 安托万呆呆地看着埃菲尔，这还是刚才要竞标地铁项目的埃菲尔吗？埃菲尔表示自己要在巴黎建造一座独一无二的建筑，要让所有阶级的人都看得见，并说这就是现代化的意义。部长表示这正是大家想要的项目。亚娜的眼光在埃菲尔脸上停滞。晚宴结束，她主动地用肢体表达自己的善意，可埃菲尔却十分冷漠。J'espérais ne jamais vous revoir. 看来2人之间有故事，亚娜只好尴尬的上了丈夫开过来的汽车。第2天早上，助手拉开办公室窗帘，埃菲尔正一脸憔悴地坐在沙发上，他无奈地表示自己必须要建造那座塔了。随后安排助手买下之前那2个设计师的方案。埃菲尔散步途中遇见了安托万，受邀来到家中做客。趁安托万煮茶时间，他四处打量这个温馨的小家，并进入卧室把玩着亚娜的私人物品。这一幕却被安托万撞见，埃菲尔只好说走错了房间。回到办公室，他一边修着图，一边陷入了回忆。原来他和亚娜早就相识。埃菲尔早年以修建桥梁成名，他曾建造了位于波尔多附近横跨加伦河的488米铸铁大桥。当时埃菲尔正在河里救人，这一幕被路过的亚娜看在眼里。之后埃菲尔找到当地建材商，要求提供更多材料，而商人正是亚娜的父亲。饭桌上，埃菲尔凭借自身的幽默风趣博得了亚娜的好感。在其临走前，亚娜邀请他参加自己的生日舞会。舞会上，亚娜和好友正在玩游戏，她天真活泼、憨态可掬的样子成功触动了埃菲尔的心弦。他在临走之际拿出准备好的礼物，一本桥梁建造书给亚娜。亚娜主动献上一吻，埃菲尔情不自禁地抱住对方，却被一把推开。等到亚娜再次找到他，埃菲尔却一改热情，认为亚娜拒绝自己是因为自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肮脏劳工。亚娜也不辩解，要强地走出房间，直奔不远处的塞纳河，径直跳了下去。埃菲尔许是感觉自己过分，急忙追了过去。2人从水中上来后相拥烤火，此时在篝火撩拨下，不用说干柴烈火，2人美美的度了良宵。2天后，安托万用2整版报纸对埃菲尔造塔的事进行了报道。他还陪着埃菲尔会见委员会成员，铁塔项目能否成功立项就看今天了。面对委员会众人的疑问，埃菲尔使尽浑身解数，先后解释了这个塔的象征与意义，随后演示了抗风实验与避雷原理。这天是评审委员会宣布结果的日子，埃菲尔和女儿迎面遇见了。安托万和他的妻子亚娜，台上主持人正在宣布结果，而台下的亚娜悄悄地抚摸着埃菲尔的手指。听到意料之中的结果，2人相视而笑，手也握得更加紧密了。但这一幕却被安托万发现，安托万不敢相信地看着2人，但谁也没有戳破这层窗户纸。铁塔项目得到委员会的认可，埃菲尔的工作可谓紧锣密鼓。他先是给工人灌输鸡汤，提出要一起建造一个梦想。此后的他带着满腔热血，昼夜不停地工作着。又是一场宴会，埃菲尔毫不避讳地邀请别人的妻子共舞，过程中2人动作甚是亲密，言语之间尽是些情话。不管亚娜怎样提醒，埃菲尔却面不改色。他更是大胆地给亚娜留下一个地址。这下惹恼了亚娜，随后拂袖而去。之后埃菲尔晚上经常来到亚娜住处，期待与心上人的偶遇。铁塔建造过程中固然有很多困难，但埃菲尔一直迎难而上，这些曲折也都被他一一破解。这天栅栏外众多群众情绪高昂，原来这些人生怕铁塔倒塌，此时他们正计算着铁塔倒下会导致的死亡人数，这让埃菲尔成了众矢之的。助理提醒他，多方力量都反对他继续建造铁塔，但埃菲尔一意孤行，只要求助手尽量拖延时间。亚娜无意间看见丈夫手中的报纸，正在报道埃菲尔目前所处的困境。安托万发现妻子的异样，便贴心地为妻子搅拌咖啡。亚娜此刻却不知道丈夫是故意所为还是自己多心。埃菲尔找到安托万，现在报纸上对自己都不再是正面报道，他希望安托万能够帮他做些什么。可此时安托万的新汽车却突然熄火了，
他要求埃菲尔下去为自己摇动汽车，埃菲尔有求于人，便顺从的下了车。第一次没发动起来，安托万要求他用力再试一次，终于发动了汽车，安托万却驾驶着汽车扬长而去。埃菲尔不得不跑步返回工地，失落的他再次想起往事。当年埃菲尔找上门时，亚娜一家正打算举家外迁，询问亚娜无果后，他留下一句：埃菲尔越想当年的是乐器，一怒之下砸毁了模型。抱着侥幸的心理，他来到了相思树小旅馆。与此同时，亚娜神经兮兮地穿过街道，也来到了这家旅馆。沉默良久，埃菲尔打破了宁静。亚娜说起往事，从初识到火热，自认为埃菲尔是值得托付终生的人，便向父母提出要嫁给埃菲尔，却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因为当时的埃菲尔只是一个混迹于钢铁水泥之间的劳工，但亚娜却不愿逆来顺受，她表示自己已经怀孕了。这一信息使得父亲勃然大怒，亚娜扭头冲向门外，打算逃出去，却发现大门上了锁，她迫不得已爬上铁门，但父亲的拉扯不小心刺穿了亚娜的肚子。埃菲尔终于知道，当年的亚娜是被迫离开自己，他很懊悔，并请求亚娜原谅他。看到亚娜身上骇人的伤痕时，埃菲尔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两人相拥。就这样，两人共度了幸福良辰。次日，他们在一处寂静树林里，亚娜躺在埃菲尔怀里说，随后他表示安托万已经知道此事。埃菲尔此刻比谁都清楚，安托万早已了解真相。委员会议上众多成员提出担心铁塔今后的盈利能力问题，尽管埃菲尔说如何能盈利，但他们还是决定不再提供资金了。埃菲尔也很爽快，他此时心里已经有了主意，将自己所有的房产和财产拿去抵押。面对助手的劝告，他说即使自己负债一辈子，也要将铁塔建好。而工人长时间拿不到薪资也变得焦虑，这天更是大闹罢工。但埃菲尔的鸡汤让他们再次满血复活。当他爬上铁架，说出我们会一起完成这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工人们又满腔热血地投入到工作中。在埃菲尔影响带领下，很快完成了第一层的安装，整个建筑工地群情高涨。亚娜的出现不仅给埃菲尔建造铁塔的灵感，还给了他坚持的动力。看着埃菲尔的背影，亚娜也爬上了铁塔，两个人敞开心扉，终于下决心要在一起。亚娜表示尽快和丈夫挑明此事。当安托万看到妻子想离开自己的书面材料时，面色平静，还为亚娜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这件事一旦公之于众，埃菲尔的名声不仅会受损，他的铁塔之梦也会倒塌，并且有内部消息，巴黎市议会希望在塔建到第2层之前停止资助。亚娜拒绝听下去，丈夫一把抓住她，威胁道：而此时的埃菲尔一切顺利，脸上充满了喜悦，他兴奋地跟女儿说道：对埃菲尔来说，现在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夜晚一辆马车打碎了他的美梦。埃菲尔上了马车，三人之间简单来说就是安托万爱亚娜，亚娜却爱埃菲尔，埃菲尔也爱着亚娜。亚娜不想毁了埃菲尔，于是他选择了向命运妥协。安托万询问埃菲尔：你愿意为了亚娜付出一切吗？放弃那块令人愤慨的金属蠢货？埃菲尔沉默了。亚娜维护着他，说明都是自己的决定，与任何人无关。这时他们热泪盈眶，埃菲尔没有给出答案。就在他要下车的瞬间，亚娜紧紧地握着埃菲尔的手，饱含深情地看着对方，表明自己为爱而选择离开。情势不顺的埃菲尔寄情于工作，总能在办公室看到他疯狂的样子。不久，他已经到了粉刷阶段，功夫不负有心人。1889年3月31日，埃菲尔塔终于建好了，人们庆祝这一时刻。埃菲尔在上面风光无限，亚娜在下面含泪祝福，彼此相望于人海，泪水在眼圈里打转。或许这才是最伟大的浪漫。人生总有遗憾，但爱过了就不枉岁月。